笑贫不笑娼，我能靠自己的身体上位，为什么不利用呢？你敢相信这样的话出自一位曾经的军中绿花之口？曾经她是英姿飒爽的少校女军官，退役后她就变成了如饿狼般的贪财好色之徒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万修得共枕眠。她手段高明，肉身开道，上下通吃，大搞权色交易。升职途中，她凭借国色天香的颜值，主动攀上了多名领导。小到刚入职的科员，大到云南省副省长，通通成为他的群下之臣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将银行的钱搬回家里，他自愿成为3位大佬的公共情人，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疯狂敛财，而搞来的钱却又大多都被用于饲养壮汉、花天酒地。就是这样一名女贪官，只因她生得漂亮，穿上军装更是优雅大方，在人前却总是表现出一副柔情似水的样子，是云南当时的女强人。因此不少市民称她为最美女主任，可谁也不会想到，当时的她已经彻底没了底线。都说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底线没了却能赚更多的钱。品贪腐人性，看人间悲欢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说的这位是由军转正的女巨贪，她叫罗敏。在曾经的云南省财政厅，有2个人的名字可谓是响当当的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罗敏，身在财政厅高层，能力出众，容貌姣好。2018年，被告人罗敏因犯受贿罪、贪污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这时，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，一名女子静静站在法庭中央，法官的宣判声传入她的耳畔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地面，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切。岁月仿佛对她格外眷顾，虽然年过半百，精心保养的脸庞上只留下些许细纹，但眼下的乌青还是暴露了她的状态。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，显然过得并不轻松。这名女子曾是云南省的省厅一把手，云南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原书记兼主任罗敏。东窗事发之前，她的履历可以说是相当完美，人聪明又努力，长得还好看。从部队出来以后，到云南省财政厅，一路顺风顺水，简直是平步青云。这样的人生让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啊！罗敏却利用权色大肆敛财，捞取了近3000万的赃款，最终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下场。是什么让他放弃原本光明的道路？是职场的黑暗逼迫，还是自己的贪心不足？下面让我们扒开这位女强人的金玉外衣，揭露她的真实本质。罗敏1967年出生于云南，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她所出生的村子本就很落后，而罗敏家更是村子里有名的穷得叮当响。不过咱有一说一，虽然很穷，但罗敏长相却是非常标致。在10里8村，她都是大家公认的小漂亮女孩，并且她还很懂礼貌，所以从小她就属于别人家的孩子。另外，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。由于从小就崇拜军人，所以在罗敏高中毕业之后，她毅然来到部队完成自己的心愿。由于从小吃苦长大，罗敏在部队里可谓是兢兢业业。不久后，她就从一个士兵变成了军官。在这段长达10几年的军旅生涯中，罗敏曾是那样的纯粹。为了配得上那一身橄榄绿，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在滇南边陲的演习场上，她曾冒着暴雨在泥泞中摸爬滚打，战术动作利落的让男兵都汗颜。为了练就那股军人的精气神，她忍着严重的膝盖积液，坚持负重越野。那双曾经白皙的手掌在反复的拉练中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那时候的她脊梁挺得笔直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刚毅。她坚信只要肯流汗，荣誉就会不请自来。从初入伍的小兵到晋升为少校军官，每一枚军功章背后都是真实的血与汗。然而这种建立在艰苦奋斗之上的自尊，在她转业后的心理落差面前竟显得如此脆弱。1998年时，31岁的罗敏退役后回到了老家，可当她前脚刚踏进家门，云南省财政厅的任命通知就随之而来。要说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当了10几年兵的军官退役的确是香饽饽，而罗敏就是属于这其中的一员。当他进入财政厅上班后，由于在军队里培养出了良好的气质与不服输的精神，他刻苦努力，主动加班，当时得到了不少领导赏识。在之后6年时间，罗敏从一个小职员升为了处长。初入职场时，罗敏确实带去了军人的干练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财政厅这方寸之地的规矩远比战场复杂。当他看着往日不如自己的后辈因为所谓的家底和关系而平步青云，
而自己即便拼命加班，却连一张高端酒局的入场券都拿不到时，那颗原本坚韧的心开始失衡了。他开始厌恶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枯燥生活，那些繁琐的报表和琐碎的公务消磨了他最后的耐心。他想起自己贫寒的出身，想起那吃不饱饭的童年，一种近乎病态的补偿心理在心底滋生。他不仅要往上爬，他还要用最快的方式去攫取那些曾经不敢奢望的荣华富贵。镜子里那张依旧美艳动人的脸，成了他手中唯一的，也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。这引来了不少人的羡慕，同时他的家人也引以为豪。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罗敏之所以能够节节高升，这并不是靠努力所得来的。其中在1999年至2004年间，罗敏先后被任命为省农村信用社副主任、财政厅副处长等职。如此连跳的升级方式，在群众看来都是能力突出，可内行一看就知道这极不正常。屏幕前当过县长的朋友都知道，能够在机关短时间实现连跳，无非就3种原因。第一种是做出了很大贡献，第二种就是你有《西游记》中金翅大鹏雕的强大背景，你是如来的舅舅，第三种就是需要走一些捷径了。当时的罗敏虽当兵10几年，但他毕竟只拿到了一个高中文凭，况且他虽努力，但却并没有立过很大的功，所以说很明显他是属于第三种走捷径的人。可这个捷径是啥呢？众所周知，罗敏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特别是在进入部队改造之后，他更是变得亭亭玉立。虽然他入职时已有31岁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绝世的容颜。起初这份美的确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，不少上级看好自己，很多同事羡慕自己。然而时间一长，罗敏却发现仅靠领导的赏识，自己的职位早晚被焊死。这时候他就想着，倘若能够找到一棵大树倚靠，那自己不就可以走向人生巅峰了吗？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罗敏开始在单位里物色自己的这棵大树。他将单位男领导一一进行筛选，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猎物，肉身开道，并成功搞到了手。当时在外人眼中，罗敏简直是个才貌双全的代表。不少新入职的员工都对这位办事雷厉风行、待人却温柔似水的领导心生敬畏，成为了他们的奋斗标杆。但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罗敏却和财政厅另外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就是蒋兆岗。两人初次相识的时候，罗敏还没做到今天这个位子，只是个手里有点小权力的小领导。而蒋兆岗在财政厅身居高位，是罗敏的顶头上司，手里的权力可比他大多了。罗敏能力特别出众，一些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来办，自然就少不了要和蒋兆岗打交道了。就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之中，罗敏动了歪心思。虽然当时他的职位还不算很好，但是凭借着他的能力，稳扎稳打的话，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但是他不想一点点的往上爬，他不想花费那么些的时间和精力，他要的是一步登天。于是罗敏开始主动介入蒋兆岗的私人生活，即便没有工作上的事，也要跑去对他嘘寒问暖。尽管明知蒋兆岗已经成家立业，但他还是心愿地踏入了那个雷区。每当蒋兆岗家庭出现矛盾时，他总是陪伴在蒋兆岗身边，扮演着那朵温暖又体贴的解语花。虽然蒋兆岗表面上是个顾家的好男人，但其实他早就对罗敏动了心思。蒋兆岗在心里觊觎了很久，根本禁不住诱惑。如今罗敏主动投怀送抱，他自然没有理由拒绝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暗通款曲，罗敏成为了蒋兆岗的地下情人。搭上了蒋兆岗，罗敏的晋升更加的顺利，爬上了渴求许久的位置。2011年，罗敏担任云南省财政厅的处长，一时之间风光无限。有的企业为了寻求发展，就想走点捷径，带着一些小礼物来拜访罗敏。早在之前，他就已经贪污了不少钱财。如今送上门来的东西更多了，罗敏自然是难以拒绝。再加上蒋兆岗为他保驾护航，两个人的敛财之路是越来越宽，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。看着如今沉迷于声色犬马、醉心于权色交易的罗敏，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一位正直善良的军官呢？这样的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被欲望吞噬的呢？其实蒋兆岗并不是罗敏最初的靠山，有位更大的领导青睐于他，处处关照他，但此前还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。如果说蒋兆岗是罗敏自己主动上的一条贼船，那另外一个人则推着他越走越远，他就是曹建芳，后来还晋升为了云南省副省长职。当时曹建芳是罗敏和蒋兆岗共同的领导，手中掌握着更大的权力。一开始罗敏并没有在意，毕竟大领导和小职员能有什么瓜葛呀？但是后来他发现曹建芳经常和他这个小科员打招呼，
对自己的生活似乎也十分的关心，几乎每天都能偶遇到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少年时的经历与过人的情商，让罗敏觉察出曹建芳对自己一定是有所图谋。自己地位又不高，又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，值得刮目相看的，似乎只有那一张脸了吧？因为有了在蒋兆岗身上验证了权色交易的快感，权力更大的曹建芳显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。对于曹建芳那些拐弯抹角的暗示，他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，一清二楚。之前的他还有点拗不过心里那道坎儿，矛盾得很。没办法，只能先装傻充愣，假装看不懂。可随着和蒋兆岗同流合污以后，自己得到了实打实的好处以后，罗敏心中藏起的欲念在不断的加强。于是水到渠成，和曹建芳一起走进了酒店，成了蒋兆岗和曹建芳的公共情人。当罗敏真正跨过那条红线，投身于他们的怀抱时，他感受到的不是羞耻，而是一种近乎扭曲的快感。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苦读20年书，流了10几年汗都换不来的资源，竟然只需要在黑暗中低一次头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。他们不仅给了他职位的攀升，更带他见识了金钱世界最腐烂也最迷人的一面。罗敏开始沉迷于这种权色互换的游戏，他享受着被大佬们簇拥的感觉，享受着下属们诚惶诚恐的目光。他开始帮曹建芳打理那些见不得光的私产，甚至在一些关键的资金审批上直接充当起了代言人的角色。在那一捆捆散发着墨香味的钞票面前，他曾经立下的军旗誓言早已碎落一地。在这层特殊关系的加持之下，原本静如止水的职位突然开始流动，他的地位一步步的提高，成了曹建芳身边最为亲密之人。曾经渴求许久的位置，如今唾手得。罗敏说不清心里是什么个滋味啊！见不得光的交易带来了些许不安与心虚，但逐渐被诱惑填满。因为有着部队带出的干练与果决，曹建芳越来越重用他，不只是当做一个花瓶，而是大事小事都要开始交给他打理。不仅如此，罗敏还帮着曹建芳贪污，从各处搜刮敛财，中饱私囊。尝到甜头以后，他也开始学着主动贪污受贿，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就这样，罗敏内心深埋的贪婪被曹建芳点燃，开始了走向堕落的深渊。都说蛇鼠一窝呀，这句话放在这几个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其实呢，蒋兆岗在认识罗敏之前，也一直替曹建芳做事。虽然曹建芳帮助罗敏晋升了许多，也给了不少的权利，但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不能太过明显。为了更快到达自己想要的位置，罗敏同时充当两个人的情妇，反而将蒋兆岗与曹建芳两个人绑得更紧了。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，曹建芳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，炙手可热。他自然不会忘了自己手下得力的心腹了，就把罗敏和蒋兆岗一同调到了云南省农信社的高层。只要曹建芳一发话，罗敏与蒋兆岗就替他冲锋陷阵。由于两个人都在农信社的高层，有些事情操作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，权色交易在他们3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，各有所需，各取所得。一张张笑脸下隐藏的是如饕餮般不知满足的胃口。罗敏成为了曹建芳身边最为亲密的人，只要曹建芳出差，一定会点名带上罗敏。蒋兆岗相较于罗敏和曹建芳少了一层关系，但因为和罗敏捆绑着，自然也常伴曹建芳左右。当时农信社的书记罗敏的另一位上司万人礼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心里有些愤愤不平。他看出了曹建芳对罗敏和蒋兆岗那是相当信任，可他自己能力好像也还可以啊，怎么就一直得不到领导的看重呢？于是万人礼就在背地里悄悄留意他们3个人的来往，也想跟着捞点好处。罗敏那双眼睛多尖啊，哪能看不出万人礼的小算盘？这些年放纵惯了，胃口也越来越大。要是能把万人礼也拉下水，农信社不就成他们的天下了？思度良久之后，他对万人礼出手了，还是如出一辙的招数，万人礼也被收服了。加上万人礼本身就想挤进曹建芳的小团队，现在机会摆在眼前，哪有不抓住的道理啊？至此，罗敏的关系网彻底成型了，他一步步地驶向了深渊。蒋兆岗与万人礼都在农信社，加上罗敏的配合，不管收了多少赃款，都可以天衣无缝般的隐瞒过去。罗敏还逼迫下属帮他做事，拉拢更多人下水，就代表他更安全。就算事情出现了什么纰漏，还有曹建芳帮他兜底呢。就这样，罗敏游走于3位领导之间，熟练地玩弄着权色。数年来，罗敏直上青云，长期养尊处优，让他逐渐放松了警惕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十分小心翼翼，
心虚加上根基未稳，他受贿贪污等事情做得还算隐秘，生怕被别人发现。但是随着保护伞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自己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，权力被紧紧地握在手里，他开始变得肆无忌惮了，出入各种的高端场所，购买喜欢的奢侈品，花在自己脸上的钱，对于普通人而言更是天文数字。这种权力的扭曲，在罗敏步入中年且大权独揽后变得更加疯狂。在早期的晋升路上，他是以色谋权的受害者与投机者，而到了后期，他摇身一变成了权力的施暴者。据坊间与相关纪实报道，罗敏在后期极度迷恋那种掌控他人的快感，他频繁出入昆明及周边极具隐蔽性的私人会所，在下属和一些急于求他办事的商人中，挑选长相英俊、身材魁梧的壮汉作为私人随从。在这些年轻人面前，他不再是那个温柔体贴的解语花，而是挥金如土、掌握生杀大权的女帝。他用贪污来的赃款给这些壮汉购买昂贵的奢侈品，赠送名车，甚至直接安排进农信社系统内部任职。这种对男性的物化和对金钱的肆意挥霍，成了他填补内心因长期权色交易而极度空虚、扭曲的唯一方式。他在这场金钱与肉体的荒唐游戏中，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军官最起码的羞耻心。同时，不仅仅是贪污敛财满足自己，罗敏还干了不少其他的缺德事。因为接受了贿赂，他对于一些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导致出现了不少的烂尾工程。这种缺德事，罗敏干得心安理得。在他的金钱版图里，那些因为他的违规审批而拔地而起的烂尾楼，不过是数字的堆砌。可对于成千上万的购房者来说，那是灭顶之灾。就在罗敏在豪华别墅里品尝顶级红酒、挥霍赃款的时候，在昆明那些只剩下水泥框架的烂尾楼里，有倾家荡产买房却等不到交房的老农在寒风中搭棚居住，有背负沉重房贷却只能看着一堆废墟流泪的年轻人。一边是罗敏那张用民脂民膏堆砌出来的优雅笑脸，另一边是普通百姓被生活压弯的脊梁。这种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的对比，罗敏从不在意，他的良知早已被欲望烧成了灰烬。烂尾楼可是人们最痛恨的，有的人一生的存款都被套在里面，甚至会硬生生的拖垮一个又一个的家庭。可罗敏毫不在意，他的良心早就在多年的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中被腐蚀殆尽了。在毁灭的前夕，罗敏并非没有嗅到危险的气息，然而长期的顺风顺水和背后庞大的关系网，让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傲慢。当风声传到耳边时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手忏悔，而是利用手中残余的权力进行最后的大扫除。在那些昏暗的深夜，他曾多次秘密召集财务心腹，在办公室甚至私人别墅内销毁大量的账目凭证，试图将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永远埋入地底。甚至在调查组初步接触他时，他依然保持着那副最美主任的高傲姿态，试图用往日的人脉去打压举报者，用精湛的演技去欺骗组织。他以为那些大佬们会拉他一把，以为自己织就的是一张万能的救生网。殊不知，在正义的雷霆面前，那些曾经看似坚固的权色同盟，瞬间就会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火坑。那种在末日边缘疯狂试探的顽固，注定了他最终不仅会失去金钱与地位，更会失去尊严与自由。可是人在做天在看，坏事做多了总是会被发现的。罗敏行事的高调和越来越多的群众举报引起了上层的注意，派来了调查组专门来调查他。于是一张潜伏多年的权色交易网被挖了出来，摆在了太阳底下。罗敏和他的上司们相互勾连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一笔笔巨额赃款也令人是触目惊心呐。罗敏是曹建芳最亲密的心腹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们相当于绑在了一起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作为最大的保护伞，曹建芳最先受的审判。接着调查组抽丝剥茧，又挖出了藏在背后的蒋兆岗与万人礼。铁证摆在了面前，曹建芳等人无话可说，甚至开始互相撕咬，试图靠坦白与揭发来减轻自己的罪行。曾经同流合污的4个人，如今却狗咬狗一嘴毛，实在可笑至极。昔日的柔情蜜意，在法律的威严下，不过是用来保命的筹码。被铐上手铐，带到警察局，罗敏优渥的生活终究还是结束了，再也没有另一把保护伞能够为他挡风遮雨了。从一个英姿飒爽的军官到沉沦于权色交易的干部，罗敏就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再也看不到曾经的正直与刚毅了。聪慧的脑袋，出色的外表，过人的交际能力，明明已经胜过了不少人，
已经足够让他过上舒心的日子了，可内心的贪欲终究让他堕落。其实不管是罗敏还是曹建芳、蒋兆岗还是万人礼，他们都被自己的贪欲所吞噬，成为了被欲望支配的行尸走肉了。看似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利，挥霍着数不尽的钱财，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命运馈赠的所有礼物其实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罗敏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我们也要引以为戒，永远不要屈服于自己的贪欲。正所谓心如玉鹤，后土难填呐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喜欢的听众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